在进入成玉谷之前，你可以了解一下已有的小细节。于弹幕出来，我们直接开始。首先，地理位置上，成玉谷位于璃月碧水园西北，枫丹莫尔泰区西南的位置。人类居住区有仪龙部和翘阴庄。翘阴庄中翘阴一词出自刘禹锡的《西山兰若视察歌》一诗，僧言灵位宜幽寂，采采翘阴为佳客，用以指代香醇的茶叶。顾名思义，翘阴庄盛产茶叶，茶树一般生长在山里，因此翘阴庄藏于深山之中。因为当地的特殊地质，生长了独特的茶树，这是仅产自成玉谷的特产。仪龙部沿海是个港口城镇，枫丹柔登港从海上与仪龙部往来通商，进口来自成玉谷的茶叶，并且有河流与山路通到碧水园水系，以完成枫丹、翘阴庄到清澈庄和璃月港的商贸路线。纯水精灵也是沿着这条河从枫丹一路跑到清澈庄的。仪龙部的匠人会用本地特产的玉石制作成各种首饰配饰，甚至杯盏，都是对先民传闻中先人器具的模仿。成玉谷相关资料中出现过的角色有白蛇药君、福井仙人、山主。药君我们知道其实就是白竹身上的白蛇长生，他精通药理，能治百病。他应该是在成玉谷的一些事件中耗尽了仙力，像锅巴一样只能维持最基础的身形以及拥有微弱的力量，被前来寻找药君的药师带走，签订契约帮助他们治病救人，自此离开了成玉谷，再未回来过。福井仙人本体应该是一尾金色鲤鱼，他和璃月仙人往来密切，但终究不能离水太远。为了方便其能够踏上陆地，璃月的仙人赠送了其类似湖中洞天的礼物，让福井可以在这只小小的茶盏当中容身，甚至打算让药君用茶盏带着他下山去璃月港玩。他曾在山主的地盘上种下一棵茶树，约定茶树长大后摘了叶子做成茶，并邀请流云借风、离水叠山真君等其他仙人来做客。这估计也是翘阴庄茶叶的源头。福井还曾当过成玉谷的祭司，因此在成玉谷的传说中留下了不小身影，但最后似乎消失在深潭之中，或许还有与我们碰面的机会。山主信息量小，出场不多，甚至因为长生的故事中只出现过药君山，长生就是药君，所以有人认为药君和山主是一个人，并且药君变成了蛇也很符合失去了解开细绳子的手这一描述。但我觉得文本刻意区分了药君的称呼和山主，说明山主就是第三人。药君其实能够看出来是一个很活泼的人物，与福井相处大概是争吵不断，充满乐趣。同时还有一个有些高冷的角色存在，毫无雅趣，对福井所说的种种不感兴趣，但却记得喝茶这件事。这便是山主。目前来说，这位山主估计就是新 BOSS 隐山泥兽。毕竟与其他的野生大世界 BOSS 不同，隐山泥兽有专属的神话传说，甚至 PV。既然有传说，那就是真实存在的角色。毕竟有戏份、会说话、还被主角打的 BOSS 也不是没出现过。山主与福井仙人和药君一样，都是仙人，同时也是唯一还留在成玉谷的仙人，构成了成玉谷的3大故事传说。当然，这里仙人指的是会说话、有仙的神奇动物。只是一场变故，或许是魔神战争之后，3人各自再未碰面。福井和药君或许是在战争中受了重创，福井销声匿迹，药君与人类签订契约后离开了成玉谷，前往了与福井约定好要去看一看的璃月港。山主在战争之后归来，也失去了维系人类身形的力量，隐居山中，但其心中依然在期盼着有人栽种的茶树长大，众人相聚于此，一同饮聊的欢乐时光。要聊成玉谷，就得先聊聊陈岩巨渊。说是陈岩巨渊还没被砸出个天坑时，就有人类部族在此矿山居住，并形成聚落。他们会在此举行祭祀仪式，祭拜来自天上的使者。直到有一天，因为地下古国的罪恶遭来了高天之丁的惩罚，灾祸之后，此地的人民举族搬迁，一路向北，来到了如今成玉谷的地界。先民遗留下来了祭祀传统，只是高天之上的使者再不见踪影。于是人们开始信仰一位已经被遗忘的魔神。他们在一位祭司的带领下，将美玉4龙投入水中进行祭祀，祈求风调雨顺。而传闻山中有块璞玉做成的玉阙，被福井仙人沉入水中，稳固山河，治理了成玉谷的水患。成玉谷因此得名。后续便是魔神战争，阎王帝君可能与成玉谷的魔神爆发了大战。当阎王帝君获得胜利，来到成玉谷，此处的人民已经退化为了山野间的部落。后续逐渐有璃月人搬迁到成玉谷居住，带来了璃月的文化，但依旧保留了当地的祭祀传统，二者互相融合，形成了新的文化风俗。在新时代以种茶为业，祭祀投水的仪式也还在继续。成玉谷是个兼具璃月传统文化，但又与如今一月不尽相同的地区，可能会体现在建筑、服饰、民风民俗，甚至是环境上。比较重点的就是玉石文化、鲤鱼文化和茶文化。等版本更新，我也会给大家顺着成玉谷一起介绍一下。成玉谷拥有悠久的历史，都是魔神战争之前便已存在，但整体而言发生的历史大事件却并不算多。我也会给各位带来更多成玉谷的细节与文化相关的视频内容。感兴趣的各位记得点个关注、点个赞，有感谢你的陪伴时间，期待下一次更好的相见。